我是独生女，但是我爸却在除夕夜的当晚群发消息祝他的私生子新年快乐。我就问了一句浩浩是谁，他却当着全家的面扇了我一巴掌，让我滚出周家。给我滚出周家！既然这样，周建国，7天后我要让你净身出户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嫂子，饭好了没啊？大过年的，一大家子等着你呢。你们一个个躺着舒服，年夜饭20几道菜全让我妈一个人从早忙到晚。我妈是你们周家的保姆吗？女人做饭天经地义嘛。再说你妈几十年都做过了。就是，家里还不是全靠我哥赚钱。好了好了，挂了，这边一大家子呢。大过年的，吵吵啥呢？吃饭吃饭。妈咪，快去吃饭吧。浩浩，爸爸在这边陪你姐姐过年，明天就回去陪你和妈妈。新年快乐，爸爸永远爱你。客户家孩子发错信息了，呵呵，吃饭吃饭。浩浩是谁？都说是客户家孩子了，别瞎想。客户家孩子，管你叫爸。大过年的闹什么闹？我再问一遍，浩浩是谁？大过年的，非要闹得大家都不高兴是吧？再不听话就从家里滚出去！不说是吧？不说清楚，这个年谁都别过了！周宇，我告诉你，别没事找事儿啊！大过年一家人本来开开心心，你非要找晦气。一家人开开心心的，大过年的，我妈5点多起来准备20多道菜，你们谁帮忙做了？5点多，我妈去菜场买菜，爷爷你嫌妈妈吵到你睡觉，吼她。大过年的，全家里外外，我妈花了2天打扫。姑姑你往沙发一躺，嗑瓜子丢垃圾，还嫌我妈做饭慢。大伯，你倒好，年夜饭饭点到了，你卡着点来了。我妈从早上5点开始准备，鱼是她杀的，鸡是她炖的，饺子是她一个一个包的。爸，你不但什么都没干，你甚至还嫌妈做的鱼腥，让她重做一份。妈的，这么腥，怎么吃啊？重做。你现在说一家人，开开心心。你们谁把我们当做一家人了？我妈在周家过得还不如保姆，保姆最起码还有工资。小兔崽子，你非要在今天丢人是吧？算了算了，大过年的，算了，我们出去下馆子，让他母女俩好好在家反省。手机密码应该是他的生日。宝贝，今天有没有想我？想啊，我和儿子都想你了。我这边忙完就过去。原来他们12年前就开。小浩今天会走路了。爸爸的好儿子。小浩上幼儿园了，哭了好半天。小浩得了3好学生，像你。学费我已经转了，你看看到账没？这个男孩看起来大概13、14岁，人眼和我爸一模一样，同一个下巴，同一个鼻子。这背景是太阳游乐场。那年暑假，我想让他陪我去玩，他说忙，没时间。他不是没时间，他是带着另一个孩子去了。爸爸，我想去玩这个。走，
爸爸带你去玩这个。爸爸真好。老婆，你要的 LV 给你买了俩，你换着背。谢谢老公啊，老公真好。小三几万块的包换着背，我妈却连治病的钱都不给。建国，我腰疼的厉害，明天陪我去医院看看。去什么医院？忍忍就过去了。浩浩要学钢琴，老公你可要支持咱们宝贝儿子。哦，再买个好点的钢琴。我下学期要交资料费800。怎么又要钱？想办法借同学的看。原来这才是你的一家人。妈，爸，他出轨了，14年来一直没断过联系，里面是他们的聊天记录。你爸出轨的事，我5年前就知道了。你早就知道？老公，周末来不来嘛？人家想你了。老公，你说话呀！妈，当初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告诉你有什么用？我们可以想办法。想什么办法？你当时在上大学，我没有工作，家里的房子也是你爸的名字。我要是闹起来，我什么都没有，你怎么办？所以你忍了5年？不是忍，是没办法。你爸每个月交2000块工资，2000块够干什么？我买菜、交水电，给你攒学费，每一分都要算。我以为只要我把这个家顾好，他总会回来。我妈今年45了，头发白了一半，腰椎间盘突出，弯腰久了就疼，手上全是茧。她这辈子没穿过超过200块的衣服，她把每一分钱都攒下来为了这个家。而这个家的男人在外面养了另一个女人和孩子，养了14年。妈，外面那个孩子14岁了。多大？14。也就是说，你流产的第2年，爸就……我流产，身体还没恢复，他就已经……妈，我查过爸的微信，他给那个女人转过不少钱，我还不知道具体数字，但那笔钱我会让他一笔一笔吐出来。妈，你知道爸有多少张银行卡吗？我知道的有2张，都是工行的。不止，聊天记录里提到一张建行卡，尾号3367。建行的，我没见过。071015，密码是那个男孩的生日，2012年7月15日。从2012年开始，每个月转5000。84万，光生活费就是84万。忍忍就好了。前年你腰椎间盘突出要做手术，8万块钱，爸说家里没钱，让你吃半年的止痛药挺着。建国，我腰疼的厉害。忍忍就过去了啊。35万，给小三买房子的首付。爸差6分，1万块戒毒费就能上10万刀。太贵了，太贵了。给那个孩子交了自校费。一共多少？一共172万。妈，这笔钱我会让他一笔一笔吐出来。拆迁款年后就要下来了，这次我要他净身出户。
妈，从今天起，这个家的账我们一笔一笔算清楚。你爸藏得挺深啊，这钱还能要回来吗？你爸转给小三的是夫妻共同财产，你妈又不知情，从法律上讲，原配有权追回。还有一件事儿，拆迁款什么时候下来？浩浩要上高中了，你就这么一个儿子，说好了要送他去上国际高中的。快了，年后就签字，放心，我肯定不会亏待我宝贝儿子的。那房子写浩浩的名字行吗？你也该给浩浩一个名分了。等拆迁的事儿办完，我就带浩浩回去认祖归宗。认祖归宗？他是想让那个孩子进族谱？我家那套老房子评估赔偿，再加上安置面积补偿，总赔偿大概320万。320万，他要把320万分给那边，至少一半。我爸在聊天记录里说了，一人一半，公平。我妈30年省吃俭用，连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舍不得买。800块是吧？就这件了。好的，先生。走了。你一个家庭妇女买什么新衣服？浪费钱。他要把拆迁款分一半给外面的女人，做梦。那你想怎么做？我要让这笔钱1分钱都到不了他手里。行，我帮你。首先，你家老房子的房产证上是谁的名字？我爸。需要变更，在拆迁协议签字之前得加上小姨的名字。我爸不会同意的，所以我们不能让他知道。你妈愿意配合吗？妈，这么做你不后悔吗？172万，我只恨自己醒得不够早。你说怎么做，妈都配合。他愿意。老房子是宅基地上的自建房，但只要他签字，就可以把你妈加为共成员。如果他不签怎么办？那我们就给他一个拒绝不了的理由。这些是离婚诉讼需要收集的证据，聊天记录、银行流水、房产信息。我们还需要确认小三和私生子的基本信息。我已经查到了，我用爸的微信找到了王慧的朋友圈，他在朋友圈发过一张孩子学校的照片，是城东的育才实验中学。育才实验中学是私立学校啊？对，1年学费8万的私立学校。我当年想上重点高中，1万块，而我爸却说太贵了。爸，我离重点高中线还差6分，老师说只要1万借读费就能上。没本事就老老实实上普通学校，1万块借读费，你是想要你老子的命啊？还有一件事，小姨名下的存款也要全部转出来。我妈的存款都在我爸账户里，所以要取出来存到小姨的新账户，一定要快。一旦你爸发现了，他就会先下手。爸，我今天听同事说了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？说是他们老家拆迁，房产证上写的2个人名字，最后补偿多拿15%呢。真的？20多万呢，说是拆迁认人头，户头上人头越多，分到手的钱越多。我家拆迁之前媳妇儿生了，户口本上多了个人头，多拿了20多万呢。哎呀，那李嫂子你运气是真好啊，赶上了好政策。喂，快带上你妈，我们去房产证中心把你妈的名字加上。你可以告诉你爸，拆迁办那边说了，共有产权人可以多拿一部分补偿，多加一个名字，多一份钱。他会信吗？他一定信，因为他贪。你确定能多拿15%？我同事家就是这样的，放心吧。先生，这套房产确定要加上唐香兰女士的名字？对，
在这儿签个字就行。手续办完了，7个工作日后领新证。我要把账户里的钱全部取出来。女士，这个账户当前余额是0元。多少？0。我算过的，应该有60万左右。这是妈这么多年不舍得吃穿，没日没夜打零工攒的钱，周建国一分不剩，全拿去给王慧母子俩，全没了。30年的积蓄，我省吃俭用，我省出来的每一分钱。我以为钱在家里，原来钱在另一个家里。妈，那些钱表姐说了可以追回。我不是心疼那些钱，她欠我的，不是钱能算清的。所以我们不只是要钱，我们要她付出代价。妈，今天不查账了，不生气了，买衣服去。买什么衣服？家里有穿的。你那件都穿了多少年了？走啦走啦。这料子真好。太贵了，走吧。妈，你试试嘛。不行不行，太贵了，一件衣服顶几个月生活费了。我穿这个就行。把你们家最贵最好的新款拿出来看看。好的，女士，这边请。这件包起来。是他，周建国的小三。我在聊天记录里见过他的照片。他穿的那件大衣3000多，他拎的那个包1万多。妈，你穿的这件棉袄穿了10年了。是啊。喂，表姐，我要起诉。发生什么事了？我看到那个女的了，她穿着几千块的衣服，拎着名牌包，而我妈连一件打折的外套都舍不得买。我不想等了，我要申请财产保全，冻结周建国名下所有的资产。好，我马上准备材料。这件不错，包起来。好的，女士，一共3件，总计18600元。好的，女士。这女人啊，还是得对自己好点儿，不然男人回家看到一个黄脸婆，犯恶心。女士，这张卡刷不了。怎么可能？你再试一次。女士，还是不行，您换一张卡。又不行。你们这 POS 机是不是有问题？女士，没钱就别学别人来装大款。谁说我没钱的？你给我等着！建国，我的卡怎么刷不了了？3张卡都刷不了。不可能，是不是机器的问题？人家说机器是好的，你是不是没给我转钱？做什么做？你买包买车，我什么时候没掏过钱？再闹，拆迁款下来1分不给你！别闹，我先查查账。刚查过了，就是你唐向兰申请的冻结，你凭什么？我存卡里的60多万不见了，我还以为是诈骗，就向银行申请了冻结。什么？妈去银行取钱，发现卡里1分钱都没有。我们以为是被电信诈骗了，所以赶紧申请冻结，防止家里损失扩大。那你们怎么不先问问我？爸，你也别怪妈，60多万突然消失，搁谁不慌？妈当时都急哭了。那个钱我拿去投资了。投资？投什么了？就一个项目，跟朋友合伙的，稳赚不赔。什么项目？跟谁合伙？有合同吗？你一个丫头片子问这么多干什么？钱是老子的，老子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那是我攒的钱，不是你的。向兰，听话，快去把卡解冻。我那个投资项目稳赚不赔的。小雨，打姐姐。妈，我问过银行了，因为咱们当时是以电信诈备的理由申请的冻结，所以快速解冻还需要执法队出具证明。那就去执法队开证明啊。爸，去执法队开证明就得说明情况，到时候警察一问，这60多万到底去哪儿了？你说我该怎么说？那就等自动解冻。要多久？
1周。行，那就等1周。下次别自作主张，这个家还轮不到你做主。他信了，他不敢不信，因为他比谁都清楚那笔钱去哪儿了。他怕的不是冻结，他怕的是我们真的去查。卡怎么就刷不了了？老公，你可算回来了，今天可把我气死了。一个穷导购居然嘲讽我没钱，你知道多丢人吗？旁边还有人看着呢。行了，卡的事儿查清楚了，是个乌龙。什么意思？唐向兰的傻子去银行取钱，发现卡里没钱，以为是诈骗就给冻结了。放心，卡过1周就解冻了。可是我看上的那件大衣还没买呢。你就不能等下周卡结定了，我有钱了再买？老公，我等不了嘛，那件大衣是限量款，就剩1件了。这多少钱？不贵，就18000。18000，那么贵？衣柜里大衣都多少件了？周建国，你什么意思？我跟了你这么多年，还给你生儿子买一件大衣都舍不得。浩浩现在上的是私立学校，身边同学家长背的都是爱马仕，我穿的寒酸，浩浩在学校被人看不起怎么办？行了，买就买。还有，我今天在商场看到一个玉镯子，20万，特别好看。20万？你疯了！浩浩是你唯一的儿子，他将来的前程不能耽误。行吧，你先垫着，下周解冻了转你。老公，我就知道你最疼我了。知道了。拆迁款下来，一切都好了。建国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好的，刘总。有人写举报信举报你外面有人了，还生了个私生子。下个月选副总的事儿你知道，上面几位领导对私德看得很重。刘总，这绝对是假的，是有人要搞我。真的假的不重要，你带队伍的人站不稳，谁都扶不住，到时候我保不了你。我一定处理好。行，出去吧。看样子要找个机会把看到短信的家里人都请出来吃个饭解释解释。至于唐向林那个蠢女人，我说什么她都不信。今天请大家来，主要是把年30那点事儿当面说透。嫂子还记着年30那茬呢，我哥不是那种人。建国，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年30发的那条消息其实都是误会，我编辑模板搞错了，那条祝福是给我朋友孩子的，我是他干爹，搞得大家误会了，我敬大家一杯。行了，我就说嘛，建国不是那种人，就是咱家的，别多说。演吧，等这顿饭吃完，就该我们上场。翻篇了，就是建国这么多年从没亏待过你们娘俩，家和万事兴。说起来，向兰这么多年没上班，全靠我一个人养着，我也不容易。你1个月给我多少钱？什么？你每个月给我2000块，2000块要买菜、交水电，给小雨攒学费，给家里老人买东西，根本不够。不够的钱我只能去打零工攒，超市理货、饭店洗碗、发传单我都干过。你说全靠你养我，说的是每个月的2000块钱。好好的，你算什么账？你说你养着妈，那我问你，市面上的保姆1个月多少钱？8000最低行情。我妈在家当母20多年，按8000算，她为这个家至少付出了200万。所以不是我爸养着我妈，是我妈养着这个家。大过年的说这些干什么？今天我请客，大家吃好喝好。向兰，这是我给你买的礼物，赔礼道歉的，打开看看。那我就看看你送了我什么。果然是这个。哟，
哦，建国还会给老婆买礼物呢。建国从小就知道疼人，这点随他爸。要我说啊，建国这么会赚钱又疼老婆，肯定要买就买好的。建国多懂女人啊！我之前还见他在花店买花呢，说不定是钻石。你们别瞎猜了，让向兰自己打开。向兰，快打开看看啊！就是，打开让我们开开眼。既然收了礼物，就别再生建国的气了。一家人要和和满母的。向兰，打开吧，让所有人都看看你周建国的良心值多少钱。周建国，你送给我的到底是什么？这个还挺特别的，建国这是有心了。贝壳嘛，代表大海，寓意好。对，每一个贝壳都是独一无二的，代表着我向兰专一的爱。我帮你带上。周瑜，你干什么你？爸，你确定要让妈带这个？我买的东西想给谁就给谁，你一个晚辈轮得到你说话吗？爸，你说这条项链是独一无二的。那当然。爸，50块的赠品送给妈，那5万块的正品你送给谁了？我买的不是你手机里的这个。那你说说你在哪儿买的，多少钱买的？发票呢？我忘了。忘了？你给小三买5万块的玛瑙项链，给妈买50块的赠品，你的良心在哪儿？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小三儿？在乱说小心！年初4，你陪小三在悦达广场买这条玛瑙项链的时候，我跟妈就在现场看着。而这条赠品，我亲耳听到你本来打算丢掉，还是小三劝你可以用这个来哄我妈。你跟踪我，我对你在胡说八道。浩浩也根本不是什么干儿子，他是你的私生子。我有没有胡说？大家看看桌上的证据就明白了。谁家干爹会给干儿子花100多万？2022年欧洲游学6万块。建国小雨少之后春游50块你都不给，建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真出轨了？不孝女！一家人好好吃顿饭，你非要搞这些，我看你就是想毁了这个家。出轨养私生子的明明是你，到底是谁在毁了这个家？周建国游戏结束了。2018年3月15日转账35万，备注首付。35万？建国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爸送小三的不光是这些转账，还有那些在花店订的花也是送给外面那个女人的。妈，爸送过你花吗？没有，结婚25年1朵都没有。给小三和浩浩的生活费每月5000，14年共计84万。浩浩学费从幼儿园到初中总计26万。城东学区房首付35万，浩浩择校费12万。妈，你腰椎间盘突发要做手术8万块，爸说没钱让你吃脂肪药，挺了半年。我差重点高中线6分，1万块借学费就能上，爸说太贵了。转头给那个孩子交了1年8万的私立学校学费。还有呢，妈流产那次，你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你给我闭嘴！你给我坐下！你给我闭嘴！你再胡说八道，我打死你！你给我坐下！小雨，你说，15年前我爸出车祸，在医院昏迷了3天3夜，是我妈没日没夜照顾他，端屎鸵鸟给他擦身子喂饭。妈当时还怀着7个月的身孕，结果因为照顾我爸累倒了，大出血，孩子没了，是个成型的男婴。我的孙子啊！
向兰，这事儿你怎么从来没说过？说了有什么用？建国当时还受着伤，我不想让他有事。你胡说，根本没这回事儿。周建国，你有没有良心？我就问你，当初给我流产手术签字2单签字的是不是你？这个畜生，你还是人吗？妈妈，您别打了，别气坏了身子。都怪你！你要是不流产，我要是有个儿子，我至于在外面找别人吗？都怪你生不出儿子！你还好意思说我生不出儿子是因为谁？15年前，我肚子里那个孩子是怎么没的？是我没日没夜在医院照顾你累掉的。你出车祸，医生说你可能会瘫痪，我伺候你3个月，你没留后遗症，而我的孩子没了，我这辈子都不能再生了。脑壳都没有！向兰，是我们周家对不起你。我等了25年，等来的就是一句，都怪你生不出儿子。唐向兰，你一个家庭主妇，没工作没收入，离了我你活得了吗？我在外面有老婆有儿子，还没跟家里撕破扯，还愿意养着你们娘俩，你们就偷着乐吧，闹大了对谁都不好。我要你净身出户。想让我离婚净身出户，做梦！小雨，你这孩子怎么？弟妹，离婚这么大的事儿，这么多年都过了。再说天底下男人哪有不偷腥的？骂也骂了，挨打的日子还是要过的。你们娘俩又不能赚钱，真离婚了，以后的日子咋过？小雨，你妈这么多年都忍过来了，你就别添乱。我说2句，你跟那边断了，那个孩子我绝不会认他进门。向兰，以后这个家你当家，建国要是再敢对不住你，我第一个不答应。但是离婚不行。为什么？建国是咱们村第一个大学生，要是离了婚，乡里郎亲的怎么看？我这张老脸往哪搁？爷爷，你的脊梁骨挺起来了，我妈10几年腰间盘突出，全靠吃药挺着呢。反正离婚协议我不会签，你们想闹就闹，看谁丢人，我就把话放这儿了。想让我净身出户，门都没有。爸，你以为我是在跟你商量？离婚协议你撕了，我还能再打印，你尽管撕。你吓唬谁呢？这份协议你不签也可以，不过到时候等着你的就是起诉离婚。有这些聊天记录、银行流水、照片，你觉得到时候法院会怎么判？婚内出轨转移夫妻共同财产，到时候你不仅拿不到1分钱，你还得把那172万吐出来。你吓唬谁呢？你敢打？反正从小到大我没少挨打。行，你们娘俩够狠！从今天起，我没你这个女儿。建国，建国，你回来！妈，结束了。结束了。你们凭什么搜我的房子？这是我花钱买的。女士，这套房产登记在周建国名下，属于夫妻共同财产。法院已判决周建国净身出户，房产依法查封。建国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什么怎么回事？我他妈离婚了！离婚？你不是说家里那个丑姑娘不知道吗？原来她是小三儿啊！不是，还装着跟郑家太太似的，为了红京城出差。干什么呢？别见我吵架呀！净身出户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房子呢？钱呢？都没了，能听懂吗？家都没了，咋办啊？我明天还要上学呢。我还有拆迁款300多万呢，等下来了，
我再给你们买一套更大的。这地方这么破，怎么住人啊？你爸现在就租得起这种房子。将就将就，等我工资发了，再给你们租个好点的。我不要住这儿，被同学知道我住在贫民窟会笑死我的。嚷嚷什么嚷嚷？都说了，先凑合几天。我饿了，去做点饭。做饭？我做？我什么时候做过饭？那你不会学吗？都这么大的人了。我跟了你15年，你给我请过保姆，给我买过包，买过衣服，可你从没让我做过一顿饭。现在你让我做，那点外卖都行了吧？钱呢？先垫一下。我垫？我哪有钱？我的钱不都花在浩浩身上了？那你先借我点儿，拆迁款下来还你。行，我点1碗牛肉面25。1碗？我们3个人呢？你们自己点啊，我又不是你们的保姆。我想吃红烧肉，我想吃酱肘子。吃，不知道吃，小年纪长这么胖，小心连路都走不动。你有病啊！骂孩子干什么？妈，你又在忙？闲着也是闲着，我给你炖了汤。妈，今天咱们出去吃。出去吃多花钱啊。汤都炖上了，一会儿就好。今天不一样，重获新生，必须出去庆祝。好，好，好，听你的。这个，还有这个。够了，够了，就咱俩点那么多，吃不完。妈，我请你，你就别心疼钱了。这一顿饭下来好几百呢，买菜做饭够咱娘俩吃1个礼拜的了。妈，你就放心吃吧，我找到工作了，而且工资每个月有12000呢。真好，真好。妈，以后我养你，不仅能养你，还能富养你。妈这辈子没什么追求，能跟你过现在这样的日子已经很满足了。不够，我要把妈以前没享过的福都补回来。阿姨，您这头发白了不少，想怎么弄？照着这个做，半卷发，然后把白发染黑。行，这个发型适合阿姨，显年轻。小雨，妈都这个年纪了，还折腾什么傻？女人变美多久都不晚。妈，你就放心吧，保证好看。阿姨，您之前不打理头发，真是把您这气质给掩盖了啊！做完头发，当个淘宝模特都绰绰有余。这真的是我吗？可不是嘛，我妈本来就好看，以前只是被家务和烦心事耽误了。小雨，这里的衣服太贵了，一件裙子就要700-800。妈，去试试。我家里有衣服穿。你家里那些都穿了多少年了？今天必须买新的。阿姨，这条裙子太适合您了，您看这腰身，显得您多年轻啊！向兰，年轻的时候，我就是相信了你爸的海誓山盟，才会有吃不完的苦。妈，以后不用信谁的话了，以后咱们只享福不吃苦。建国，今天有大领导到公司，你务必提前到，不能出任何差错。刘总，您放心，我马上到。王慧，我衬衫和西服呢？熨好了没？你自己找，我哪知道？昨晚不是让你帮我熨一下吗？我忘了，你自己不会熨啊？我又不是你保姆。我现在赶时间，你帮我找一下总恒吧。给。这怎么穿啊？赚不到皇帝的钱，还一身皇帝的毛病，有本事你请保姆啊！
给你煮的鱼汤暖胃的，你应酬喝酒千万要注意身体啊。你发什么疯啊？周哥，你又迟到了。刘总刚才来了一趟，结果没看到你，他脸都黑了。大领导还没来吧？还没。不过刘总现在在办公室等着你呢。进来。周建国，你穿成这样上班是什么意思？刘总，我今天出门急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有大领导让你提前到，你倒好，迟到不说，穿得跟乞丐似的。是不是要让大领导以为我找了个乞丐来接待他？刘总，我马上换。不用了，今天的接待你不用参加了。刘总，你先回去吧，副总的事儿以后再说。还有事儿？没事了。周哥，你昨晚是不是出去鬼混了？怎么连衣服都没回家换？向兰，我今天有个接待，待会儿回家你帮我把衣服熨一下，再给我做点饭。周建国，我们俩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，除了离婚冷静期到期去民政局领离婚证，我们没有见面的必要。王向兰就犟吧，一个几十年的家庭主妇，离了我肯定过不下去，到时候还是得回来求我。您能不能通融一下，就再宽限几天，1周之内一定补上。你听到了吧？珠宝商通知了，3天内不补尾款，镯子的10万动金就打水漂。打水漂就打水漂，我都净身出户了，你还惦记着买镯子？当初买镯子这10万块是你让我垫的，你说了1周后还我，现在你告诉我钱呢？拆迁款还没下来，你再等等，等钱下来，我第一时间转给你，行吗？等，我等了14年了，周建国，你到底有没有个准话？拆迁款什么时候能到手？快了，那边手续已经在走了。周建国现在穷得叮当响，不能总花我的钱，得想个办法捞回一笔。对了，你不是说要带浩浩认祖归宗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爸妈看到浩浩肯定会喜欢，到时候让你爸你妈去劝劝唐向兰，别让你净身出户。唐向兰最孝顺你爸你妈了，肯定会听他们的话。只要他松口，那财产不就能分你一半了吗？你是说让浩浩去你爸妈面前露个脸？浩浩可是他们亲孙子，他们能不给浩浩打算？周雨就是个不值钱的孙女。对啊，我怎么没想到？爸最看重香火，浩浩是他唯一的孙子，他肯定站我这边。我不想去，那个老头好凶。什么老头？那是你亲爷爷，你去了之后嘴巴甜一点，叫爷爷奶奶，知道吗？浩浩乖，等你爷爷认了你，以后咱们就能住大房子了。你不是想要游戏机吗？到时候妈给你买。真的？妈什么时候骗过你？明天就去，明天我就带浩浩回去。我这2天翻来覆去睡不着，一想向兰那孩子，我这心里就不是滋味。这些年，咱们都瞎了眼。向兰在咱家当牛做马20多年，咱们愣是没看见。爸，这事儿我也有责任。我以前总觉得女人做家务是天经地义。我平时对嫂子说话是难听了点儿，使唤嫂子也多了点儿，但我真没想那么多，我就是把她当自家人了。我以后肯定不这样了，反正我就认唐向兰一个嫂子，别人我可不认。就是，向兰嫁到周家这么多年，忙里忙外，妥妥帖帖，小叔子还出轨养私生子，真过分啊！是我们周家对不起向兰。向兰的孩子心眼实，上次我摔了腿，也是她没日没夜照顾我，端屎端尿的，真是比亲闺女还亲。以后向兰就是咱周家的闺女了。建国那个不孝子，不配当我儿子。谁呀，这么晚？妈，我们来了。你来干什么？爸，我来看您和妈呀，大过年的一家人团圆嘛。团圆？你还有脸说团圆？你把好好一个家都拆散了，
爸，您别急着关门啊，我给您带了水果，拿走。我不缺这些破烂东西，向兰给我们买的都是精品水果。叫人啊！爷爷，爸妈，我今天来是有件事儿想跟你们商量。什么事儿？爸，您也知道我跟向兰离婚了，净身出户。但我想啊，我毕竟姓周，浩浩也姓周，您看能不能让浩浩认祖归宗？爸，我知道您生我气，但我也是为了周家的香火啊。向兰不能生了，我总得给周家留个后吧。你这个畜生！向兰不能生是因为谁？是因为你。爸，您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可浩浩毕竟是您亲孙子呀，您不能不管吧？我管什么？我只有一个孙女儿，叫周雨。浩浩我不认。谁稀罕你这？你胡说什么？快给爷爷道歉！你打孩子干什么？你有病啊！浩浩不哭，浩浩不哭啊！你看看，把好好的一个家搞成什么样？哥，你不是还有拆迁款吗？干嘛总惦记着婚内那点财产？你什么意思？我什么意思？你婚内出轨对嫂子又那么差，多给嫂子补点咋了？照我看，你拆迁款也得分嫂子一半，不对，一大半。你这个好吃懒做的死丫头，轮得到你说话？你平时在家也没少使唤你嫂子，现在装起好人来了？怎么被我说中了，哑口无言了？我承认我以前对嫂子不够好，但那不都是因为你吗？婆家人对嫁过来的媳妇啥态度，全看她老公。你不拿她当回事儿，婆家人肯定也瞧不起她。我们周家一大家子都是被你影响的。我实话告诉你，唐向兰刚嫁过来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可都是和和气气的，是你慢慢让她在这个家里没有地位。够了，你个小叔丧，家里贤惠的老婆和孝顺的女儿你不要，非要出去搞三搞四。后出门别说你是我老周的儿子，我不认了。还有浩浩这个孩子，我更不可能让他进族谱。我周家只认堂堂正正的婚生子。你回去吧，我和你妈是不可能去给向兰说情，也不会被你利用，更不会让向兰为难。呀，是银行消息，我的拆迁款到账了。真的，我的拆迁款也到了。零？怎么可能是零？零？怎么可能是零？建国，你的拆迁款怎么是零？我们大家的都到账了。还能为什么？哥净身出户了呗。不可能，那房子是我的，拆迁款怎么可能没有我的份儿？你确定能多拿15%？我同事家就是这样的，放心吧。是周雨、唐向兰，他们给我做局。我就说他们怎么突然要加名字，原来是为了吞我的拆迁款。什么拆迁款？到底怎么回事？还能怎么回事？我被那2个毒妇坑了，拆迁款全被他们拿走了。你给我站住！爸，那可是300多万，我不能便宜了那2个毒妇。你说谁是毒妇？向兰在你周家当牛做马20多年，小雨是你亲闺女，你还有脸说他们是毒妇？爸，那房子是我的，拆迁款凭什么全给他们？建国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房产证上既然有弟妹的名字，那就是共同财产。你净身出户，拆迁款当然没你的份儿。你闭嘴！站着说话不腰疼。造孽！造孽啊！唐向兰、周雨，你们给我出来！拆迁款是不是都到你那儿去了？爸，房产证上有我妈的名字，这就是共同财产。你净身出户，拆迁款当然没有你的份。哟，这不是那个出轨男吗？带小三儿来分原配拆迁款，真不要脸。说谁小三儿呢？谁接话说谁呗。你们2个毒妇给我做局，那房子是我周建国的。建国这话说的也没错，弟妹1分不给建国，这事儿确实过分了。是啊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事情做绝了，传出去也难看。再说了，小雨以后还要嫁人呢，有个把亲爹扫地出门的名声，谁家敢要？周建国，你说那房子是你的，你确定那房子是你周建国的？
那房子从买来房产证上就是我的名字，当然是我的。你以为你胡说八道几句就能改变什么？是吗？那要不要我帮你回忆回忆？向兰，我考上大学了 ，A 大，但是家里实在拿不出钱来 A 市的车票和学费。我爸妈说，要不就别上了，我怕我们这辈子都见不到了。当年你连上大学的火车票钱都掏不出来，又怎么有能力刚毕业就在 A 市买房？建国，你上大学的钱是向兰出的，你不是说那是市里给你的奖学金吗？向兰，你说的是真的？奖学金，爸不瞒您说，周建国当年是倒数压线上的 A 大，全市倒数第一的奖学金，您见过吗？畜生！你这个畜生！周建国，你要不要说说，那房子到底是你周建国的，还是本来就是我唐向兰的？不说话，那我来替你说。那套房子的首付是我卖了家里的老院子凑的，那套院子是我妈留给我的嫁妆。周建国，你摸着良心说，那房子到底是谁的？建国，你倒是说话呀！房子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房子就是我自己买的，唐向兰胡说八道，他就是想多分钱。既然你说不出来，那我替你说。向兰，这房子写你名字，以后就是你的嫁妆。向兰，我跟你说个事儿，注重脸面。要是让村里人知道我住的房子写的是老婆的名字，会被人戳脊梁骨的。他们会骂我是赘婿，把在村里也一辈子抬不起头。要不我爸妈你名下那套嫁妆房改成我的名字，你放心，我发誓这辈子一定对你好。这房子写谁名字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们是一家人。那好吧，但你发誓这辈子不能对不起我。我周建国对天发誓，这辈子只爱唐向兰一个人，绝不变心。若违此事，天打雷劈，断子绝孙。原来是个吃绝户的白眼狼啊！城市独生女被乡下来的凤凰男吃光抹净喽。那个做小三的也不是好东西，渣男贱皮配一块儿去了。建国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老房子是不是向兰家的？什么小三儿？他俩都离婚了，我们现在是名正言顺。外事就是外事，就算接进门，那也是上不得台面。都几十年前的事了，反正岳父岳母早死了，唐向兰那个傻女人肯定不会留下什么证据，死无对证，我咬死不承认，又能把我怎么样？胡说八道！这房子是我毕业后发了笔横财买的，大学学费就是市里发的奖学金，跟唐向兰无关。是吗？那这是什么？这些信是你当年写给我的每一封，每一封都在求我帮你凑学费，求我嫁给你。要不要我现在念给大家听听？
建国，你说你考上了大学却没钱来，我心里很难过。我给你汇了860块钱，应该够路费和第1个学期的学费了。你一定要来，我等你。这是我当年给你寄大学学费的汇款回支单，你要不要看看上面的字？我周建国对天发誓，这辈子只爱唐向兰一个人，绝不变心。若为此事，天打雷劈，断子绝孙。周建国，你还按了手印儿，你还是人吗？小兰，你这个心机女，把这些东西留了30多年，你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。面对你这种心机女，我出轨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你说我妈是心机女，就因为她把这些信和证据完好的保存了30年。这件衣服从我记事起，我妈就在穿，到现在至少有20年。她不舍得买新衣服，是为了省钱给我交学费。这条围裙，你嘲笑说是传家宝，对，它就是传家宝，从外公外婆手里传下来，用了半个世纪。我妈不舍得换，是因为每次带着就会想到外公外婆。她不舍得弄丢你们来往的信件，是因为她爱你，你是她丈夫，她这辈子唯一爱过的男人。而你回报给我妈的是什么？是30年来干不完的家务，是30年来被忽视的付出，是被你转移出去给小三挥霍的夫妻共同财产，是上着昂贵私立学校的你付出的私生子。你拿着我妈的嫁妆养小三，拿着我妈的血汗钱供私生子读私立学校，你现在说她是心机女？周建国，你欠我的，我今天都拿回来了。你走吧，带着你的小三儿和你的儿子。走啊！从今往后，桥归桥，路归路。畜生！周家怎么出了你这个没良心的东西？我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！快打120！快！快！爸，你怎么了？老人年纪大了，情绪激动导致的脑梗，送来还算及时，命保住了。医生，还能治好吗？花多少钱都行。送来的及时，只要精心照料，还是有恢复可能的。你留下来照顾爸。凭什么让我伺候？你是他儿媳妇，你不照顾谁照顾？难道要我70岁的老妈照顾？她不是儿媳妇，她不也是儿媳妇？凭什么就让我一个人照顾？就这么定了。以前唐向兰能干，怎么到了你就不能干了？我公司还有事儿。周建国，你给我回来！妈，想什么呢？在想，要是今晚我还是周家儿媳妇儿，现在端屎端尿的就是我。没想到周建国和小三爱得死去活来，结果这么快就有矛盾了。爱，周建国自始至终爱的只有他自己。王慧以为他赢了，其实他只是接过了我手里的抹布。妈，那抹布咱们不要了。不要了。怎么了，宝贝儿？愁眉苦脸的。周建国现在一穷二白，房车存款全被他前妻和女儿拿去了。要不我趁现在带着浩浩离开？王慧啊，你急什么？我能不急吗？他现在工资还没发，每天蹭我的钱花。他能赚钱，一个不断上供的摇钱树，不要白不要。再说了，周家拆迁的又不止他一个人。
你趁这时候好好表现，再带着周家的金孙去晃一晃。那2个老不死的拆迁款，不都是你的？你可真坏！不是，大白天的你反锁什么门？怎么这么久？我刚才在睡觉呢，没听见。姐夫，小舅子来了。表哥是路过，顺便来看看浩浩。大白天的，你俩在家锁什么门？我跟表哥在讨论浩浩学习的事儿呢。是吗？学习需要把大门反锁了学？还不是都怪你，1分钱没要到，只能堵在这破地方。这地方治安那么差，我一个女人在家能不害怕吗？行了行了，这个月工资发了，就给你们换房子。那个东西是怎么回事？是我们俩昨晚的东西，你忘了？昨晚我不是喝醉酒就睡了。你昨晚喝多了，后来很多事都忘了，别在外人面前说这个了。小舅子还在这儿呢，说这些干什么？我先去公司了。吓死我了，都怪你太急。还不是你太会拿捏人，谁能躲得过？油嘴滑舌，简直跟浩浩一个样。那可不，我儿子嘛。建国，现在几点了？刘总，对不起，我有点事耽误了。建国，这是你这个月第10次迟到，第8次把公司文件落在家了。家里的事儿要是实在解决不了，就先暂时休息休息，理清楚家里的事儿再说。刘总，别给我停职，我一定改，我保证不停职。但是你升副总的机会没了，而且从今天开始你降薪50%。你先回去吧。建国，你已经连续3天穿同一件衣服来上班了。从前你的衣服永远是板板正正、一丝不苟的。古代将军打仗最重要的是后方，而你的后方乱了。你的大后方乱了。我看上的那个包包买来了吗？饭马上好。庞夏兰这种心机深沉的女人，根本不值得我周建国留恋。别忘了晚上来给我替班照顾你爸，一天天给你爸端屎端尿，想累死我。妈，我来照顾爸啦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爸，我给您炖了鸡汤，您趁热喝。昨天我哥让你留下来照顾，你还推3阻4，一脸不乐意，这才1晚上就转性了，谁信你？小姑子，你误会了，昨天我是身体不舒服，休息了1晚上好了。爸，你就喝一口吧，对身体好。行了，我来喂，你去把地拖了。啊？拖把在那儿，去吧。哎，那个角落没拖干净，茶几底下也得拖。对了，待会儿把窗台擦一下，灰挺大的。好，你看着吧，就他这德行，明天肯定不来了。不是人人都像向兰嫂子那样善良贤惠的。哎，造孽呀！等我拿到拆迁款，
看我怎么收拾你这个好吃懒做的小姑子！哎呦，我的腰，我的腿！你轻点儿，疼死我了！都怪那个小姑子，她就是故意折腾我，使唤我干这干那，连口水都不让我喝。我跟你说，我明天不去了，爱谁谁去。不去，那400多万你不要了？你忍几天，等钱到手了，我带你和浩浩远走高飞。你想想，那2个老人手里可捏着400多万，你忍几天，钱不就来了？还是你脑子好。那可不，你也不看我是谁。谁让你非要阻止浩浩进周家，别怪我心狠。妈，我给您炖了鱼汤，趁热。你怎么了？心率不稳，血压在掉，快，推抢救室！妈，爷爷怎么了？不知道，我在走廊我进去的时候，爷爷已经……是不是你？你还记恨我爸之前不帮你说话，所以你……周建国，你嘴巴放干净点。病人暂时脱离了生命危险，但还在昏迷中。但是病人的症状不像是单纯的脑梗发作。什么意思？我们在他体内检测到了药物残留，怀疑是中毒。下毒？上午不是你要来照顾的吗？爸怎么会中毒？我就待了一会儿就走了。我表哥找我有急事。不是你，那会是谁？我走的时候看到唐向兰来了。我就知道你跟我离婚怀恨在心，我爸对你那么好，你都下得去手。我来的时候，老爷子已经中毒了，是你给我打的电话，你说医院这边离不开人，让我过来。姐姐，你可不能诬赖我，你有什么证据？上午是你给我打的电话，我现在拨回去，如果你的手机响了，喂，谁呀？你好，我找王慧。打错了，不认识。姐姐，你看，你打错了吧？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，你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没做就是没做，不信可以报警，让执法队来查。建国，别冲动，要是报警，周宇这辈子就毁了。慧儿，你太善良了，你好好跟王慧学学。我和强哥早就安排好了，唐向兰斗不过我们的。等会儿我打给唐向兰，你用假证件。放心，演戏我最在行。等唐向兰被当成下毒的人，周家就彻底恨他。到时候浩浩就能认祖归宗。那老爷子怎么办？最好醒不过来。还在想医院的事儿？妈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爷爷出事前，最后接触他的人就是王慧。直觉告诉我，这件事没这么简单。你去哪儿？我去查查这个王慧，她到底什么来头？小姑子，我今天约你出来是有个事儿想商量。说。爸现在这样，也不知道能不能醒过来。浩浩毕竟是周家唯一的香火，我想，是不是该让浩浩认祖归宗了？以前是顾着唐向兰，才没让浩浩进族谱。照你这么说，
我怎么感觉我爸中毒之后，唯一受益的人是你跟浩浩？小姑子，你胡说什么呢？咱们不是已经证实唐向兰在撒谎了吗？如果不是他下毒，他撒谎干嘛？这事我考虑考虑。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？周家人同意浩浩进族谱了吗？那个小姑子看着马大哈，但实际上不好搞定。他说他要考虑考虑。他是不是怀疑什么了？不知道，不过他一个外人，能翻出什么帅话来？你得加快速度了，等老头子醒过来，一切都完蛋。放心吧，老头子醒不过来的。那医院那边呢？我每次过去都会处理好，他醒不过来也说不出话。还是你聪明。原来设计害爷爷昏迷不醒的是你们。表姐，帮我查查这个男的。坐。查到了。这个男人叫王强，根本不是王慧的表哥。他和王慧是一个村的青梅竹马，两人初中毕业就出来打拼了。在王慧认识你爸之前，他们一直是同居状态。也就是说，从一开始他们就在一起。更精彩的在后面。王慧跟你爸的相识，更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。在成为你爸的小三之前，王慧换过3份工作。第一份，你爸公司的清洁工；第二份，你爸常去的那家按摩店的技师；第3份，你爸出车祸后住的医院，他是那里的护工。也就是说，在我妈辛苦照顾我爸到流产的时候，她跟我爸就已经……你爸刚出院，王慧就辞职了，因为她成功变成了你爸的小三，后面10几年就没再工作过。还有一件事你要知道。什么？浩浩可能不是你爸的孩子。那是王强吧？也不是。那浩浩是谁的孩子？别急，想要验证浩浩的身份，还需要你做一些事。我需要浩浩的 DNA 样本，头发、指甲或者唾液都可以。知道了。你想干嘛？我可告诉你，我可是周家唯一的金孙，你要是欺负我，我爸不会放过你的。你爸是谁？我爸周建国，就是不要你妈也不要你的那个。是吗？小小年纪说话这么没礼貌，我看你的是欠揍。你敢？你要是动我一根汗毛，我爸会……你打我！你居然敢打我！妈！爸！有人打我！真是蠢货，肯定不是老周家的种。表姐，浩浩的头发拿到了。好，我这边也刚收到消息，派出去伪装送水工的同事成功拿到了王强的头发。太好了，我现在就把2份样本送去鉴定中心，最快当天出结果。浩浩，谁啊？你少给我装糊涂！浩浩，你弟弟。哦，那个小胖子啊，怎么了？他脸上肿了一大块，你凭什么打他？路过看到个面团，忍不住想捶2下。周宇，你给我道歉，马上给浩浩道歉。道歉到不了1点。你给我等着，我非要好好教训这个不孝女不可。你惹他干嘛？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是个是非不分、不讲理的人。主角不来，今天的好戏怎么唱得起来？周宇，你给我出来！哟，来啦！浩浩这脸还真是应景，跟调色盘似的。爸，他骂我。周宇，你给我说清楚，凭什么打浩浩？我跟他们可不是一伙儿的啊！我是看我哥来的时候火冒三丈，到了这儿恐怕要爆炸，
所以过来通风报信，控制火情的。要知道，我可是始终站在嫂子这里的。这个叛徒！你看看这张脸，好好一张脸被你打成什么样了？看到这个肥头大耳的猪头，就想到我妈辛辛苦苦攒的钱都被你喂猪了，忍不住就打了喽。我是猪。浩浩就是胖了点儿，再说他可是周家的金孙，是我周建国的种，你骂他就是骂你老子，你这是不孝。大清亡了多少年了，你还搞封建那套呢？我孝不孝不知道，但你无耻，出轨抛妻弃女，更不符合当代核心价值观。反正今天你要么给你弟道歉，要么赔钱。你把老周家的根都打蔫了。周建国，你确定他是你的种，是老周家的根？你什么意思？ 15年前你出车祸，医生告诉我你丧失了生育能力。当时为了保护你的自尊心，我选择了隐瞒。周建国先生的生育功能已经彻底丧生，以后不可能再有孩子了。你要告诉他吗？不，他刚醒过来，身体还没恢复，等以后再说吧。所以，妈，你早就知道浩浩不是爸的孩子。 这不可能，这是假的，一定是你这个心机女在骗我。我有没有骗你，你心里清楚。这么多年你自己是什么情况，你不清楚吗？不可能，我堂堂大男人，怎么可能丧失生育能力？这是一份亲子鉴定报告，浩浩到底是不是你的孩子，你看一眼就清楚了。浩浩不是我的孩子。 建国，你听我说，浩浩就是你亲生儿子。你看，浩浩跟你长得一模一样，他就是你的种啊！妈，你是故意把他喂成猪的吧？这样老子就发现不了这个野种跟老子长得不一样。建国，你疯了！说，你的奸夫是谁？ 别帮我妈，不然等我拿到苏小东的拆迁款，我1分都不给你们，我要让你们统统都饿死！你刚才说什么？我说你怎么最近对我爸妈这么殷勤？原来是为了他们手里那点养老拆迁款。你们母子俩从一开始就在算计我，奸夫到底是谁？奸夫啊，应该马上就到了。 怎么了？这是小舅子，你来干嘛？姐夫，不是你给我发短信说让我来这儿的吗？又是你搞的鬼！你不是要找王慧的奸夫吗？我给你把人叫来了，省得你一个个去找。什么奸夫？姐夫，你在说什么？你自己看。姐夫，一定是机构搞错了。浩浩是我们看着长大的。 怎么可能不是你的孩子？周建国，你怎么蠢成这样？给你点名了都看不清。周建国，你不是好奇奸夫是谁吗？是谁？看了视频你就知道了。你们他妈的这是乱伦！可惜的是，王强和王慧虽然都姓王，但并没有血缘关系，只是一个村的青梅竹马而已。没有血缘关系，是青梅竹马，所以老子被骗了15年。这15年来，你们吃我的、喝我的、住我的，甚至连你这个奸夫，都他娘是我安排的工作。 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。小姨夫，哦不对，前小姨夫，关于周宇爷爷被下毒的事，我这儿有个证人有话说。我亲眼看到的，这个女人给周老爷子喂了一粒药，
喂完之后，周老爷子就开始抽搐。你胡说，我没有。医院的监控已经调出来了，你要不要看看？你下毒的证据我已经全部提交给警方了，医院的监控、证人的证词，还有你购买药物的记录，你逃不掉的，王慧。所以下毒的人是你，然后诬陷向兰，你这个毒妇！姐夫，姐夫，你冷静点。还真是深情啊，只可惜啊，王强，我这儿也有一份礼物要送给你。怎么可能？浩浩不是我的种，能是谁的？浩浩是谁的孩子？可能连王慧自己都不知道吧。个破鞋！放开我！14年，我养了你14年，你骗了我14年！放开我！你妈？你知道你妈是个什么东西吗？你以为你跑得掉？建国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这一次，我以后一定好好跟你过日子。好好跟我过日子，你配吗？我杀人了！周建国，你涉嫌故意伤害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王强、王慧，你们涉嫌诈骗投毒，依法逮捕。妈妈，你们别带走我吗？向兰，别叫我。造孽啊！嫂子，对不起，以前是我不对，都过去了。妈，都结束了。小姨，我有个问题想问你。什么？你早就知道周建国不能生育，浩浩不是他的亲生儿子，为什么你一直不说？我跟周建国恋爱结婚近30年，怎么会没有爱？有爱又怎么会没有恨？我恨他哄我、骗我、利用我，恨极了。所以我也想让他尝尝被蒙在鼓里的滋味。我原本想着，等他把那个野种养大成人了，再告诉他事实。但没想到，妈，都过去了。过去了。来，庆祝我们重获新生，干杯！小姨，以后有什么打算？想好接下来的人生怎么过了吗？我想好了，接下来的人生，我想为自己而活，不为丈夫，不为儿女，只为自己。妈，我支持你。小姨，你终于想通了。我看到我们小区不远处有个老年大学，我这辈子没什么本事，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家里做家庭主妇。我想是时候学一学社会上的新东西了。妈，你想学什么？我想学跳舞，我小时候学过跳舞。今日，本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一起故意伤害诈骗投毒案作出一审判决。被告人周建国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，被告人王慧因诈骗罪、投毒罪被判处有期刑8年，被告人王强因诈骗罪被判处有期徒3年。小雨，跟你妈说一声，关于你爷爷被下毒的事儿，我们没有调解，坚持了上诉，不要赔偿，要求最大量刑。这是我们周家对你们娘俩的一点补偿。替我跟他们说一声谢谢。来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甚至都不知道我妈会跳，竟然还跳得这么好。
很多女性步入婚姻后，都会主动或被动放弃自己的爱好，放弃喜怒哀乐，完全包容别人，就是失去自我的时刻。好在小姨现在又找到了自我。香兰，对，非常好。向兰是我们班最有天赋的孩子。又要绽放第二春了，你个小八卦精！庞女士，送给你的。谢谢，不用了。妈，你回来啦！怎么了？这么殷勤？妈，我问你一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楼下那个帅大叔天天给你送花，你为什么不收啊？是因为讨厌他吗？那是觉得他不靠谱？我都打听过了，那个帅大叔是3代华裔，因为想要落叶归根和妻子理念不合就离婚了。有钱有颜，家庭关系还简单，靠谱得很。那到底是为什么啊？你看，我自己买了。经历过一段婚姻之后，我明白了，想要花就自己去买，想要自由就自己挣脱枷锁，想要尊重就自己去争取。我不是不喜欢他，我只是更爱我自己。我刚获得自由，我甚至都没来得及飞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因为周建国的事儿对人性失去了期望呢。傻瓜。妈，早饭吃什么？妈，我的宝贝小雨，原谅妈妈突然做的这个决定。昨夜一场星光让妈妈想到30年前，那时我陪着我的妈妈和爸爸在丽江的星空下，闻着花香，闻着泥土香，一路奔跑，好像不知疲倦。我太想那种感觉了。我想风，我想山，我想水，我想活成自己的光。妈，走吧，去看你的风，你的山，你的水。